好，很好。不管你出身何地，能引动塔中的鲲鹏之灵，就说明你身上天蓬气息足够充盈，可接受本族圣子称号。继承鲲鹏真血，两位怕是搞错了。在下出身普通，怎有资格继承真血？但我不同，身为大长老，我专门负责执掌族中圣器。天蓬族圣器具有看穿一切幻化，直接扫进早师苗体内真元的神。阁下幻化秘术再厉害，对我来说也没有多少用处。这么说，我若去了贵族其他分支，倒不会轻易被人发现了。本族72支圣辈中，幽鱼族的圣器也有类似神通。风灵塔中封印的是何物？所谓圣子和鲲鹏真血，又是什么？风灵塔中封印的是当年本族鼎盛时期费尽心力搜集来的一只鲲鹏真圣小半圣魂。正是凭借这圣魂之力，我们天蓬族才能一直存在至今。至于更具体的缘由，你就不必知道了。至于圣子，则是非灵族对各族有希望继承真圣之血的族人总称。若圣子真能继承本族真圣之血，并通过考验，就可成为一族圣主。看样子你没有其他问题，下面该我提问了。你背后的羽翅宝物炼化了什么鲲鹏之物，竟让圣灵挣脱出了风灵塔封印？没有什么，只是往里面炼化了一根残损的鲲鹏之羽而已。鲲鹏之羽，若只是一根残损灵羽，未免太说不过去。便是完整的鲲鹏灵，也不该让圣灵躁动到这等地数。这一点，韩某也说不清。把你的羽翅宝物取出来，我亲自看看。若非他修为太高，而风之又早已炼化由心，韩某绝不会将此宝轻易交出。真想不到，你这件羽翅宝物里不但炼入了鲲鹏真圣的灵羽，竟还融入了一根天凤之灵。如此看来，风灵塔为何会起制动，我大致已经明白了。不过我还想听你亲口说说，那根鲲鹏之羽，你究竟是从何处得来的？此羽得来，说来也算机缘。当年韩某在人界时，曾亲眼见过鲲鹏真圣与罗侯隔界争斗，此灵便是那一战后偶然所得。韩兄，可有兴趣暂入我天蓬族，承本族圣子之名？前辈此言是想让韩某入你天蓬族，承这圣子之名？不错，我确有此意。不过此事牵涉是不小，究竟如何安排，还需与另外几位长老商议之后才能定下。可韩某终究是人族修士，并非真正的天蓬族人。韩兄有所不知，寻常所说的鲲鹏之羽，大多只是陨落鲲鹏遗留下来的，可此宝的那根却是活着的鲲鹏真圣身上脱落。此灵羽中所含的鲲鹏气息，远非寻常鲲鹏一物可比，其中多半还残留着几分真圣心血。我天蓬一族本就是鲲鹏真王之后，道友既炼化了鲲鹏真圣之物，体内又可能早已带有鲲鹏真血，说是我们天蓬族之人，也未必为错。据说贵族现任圣主应当已经陨落，而如今族中似乎也无人真正继承鲲鹏真血，整个天蓬族都有可能被取消非灵族72支之列，在下没有说错吧？你怎么知道此事的？我不管阁下从何处得知此事，但希望道友暂时替我保密，我并不想看到圣城因此大乱。另外，本族并非没有能继承真圣之血的圣子，而是还藏有2人，只是这2人修为尚低，通过各族考验的几率并不高。大长老的意思是想让韩某替这2位圣子护法吧？不错，我正是此意。阁下虽有资格加入我天蓬族，但毕竟出身人族，就算能通过试炼和考验，也不可能担任本族圣主。但韩道友可以借圣子身份，助那2位圣子一臂之力，帮他们通过试炼。当然，若你肯如此做，我也不会亏待你，不但可以让你融入一些鲲鹏真血，事后另有重谢。前辈为圣子之事，甚至不惜让我这么一个外人加入贵族，看来这场考验危险不小吧？不如前辈先将此事说清楚些，韩某再做决定也不迟。试炼的确危险，一般来说，参与试炼的各族圣子折损率大概在6-7成。各族圣子的修为大多是非灵将层次，大致相当于你们人族的化神级。本族圣主意外陨落，那2名圣子又只是初级非灵将，若直接参加试炼，十有8九无法通过。道友神通如何，我知道的不算多，但你能从人族独自穿过风原大陆来到此地，实力绝不会寻常。那些试炼内容纵然危险，对韩道友来说未必不能应付。只是非灵将级别。阁下放心，此事上本长老不会虚言相弃。
韩某需要一些时间考虑。事关重大，斟酌一二也是应该的。这样吧，我给你3日时间，3日之后我仍在此等你的回复。这3日内，道友可在城中自由行动，不会有人打扰你。另外，我叫金月，这个名字道友记住便是。多谢金月前辈，3日之后，韩某自会给出答复。大长老，真就这样放他离开了？大长老鲲鹏之语，何必对战之力？一尊冒圣子。怎么，徐长老想让我如何对待此人？不如将宇智强行留下，本族另选一人继承真血，岂不是更稳妥？若真有这么容易，我何必和一名异族人说这许多话？当时便可将他灭杀，把羽翅直接抢来了。大长老的意思是，论对人族的了解，整个天蓬族中恐怕没有第二人能与我相对。人族与我非灵族不同，他们本身肉身血脉寻常，许多神通手段反倒都寄托在自身祭炼的宝物之上。这类宝物往往会被他们常年祭炼，彻底炼化由心，并非不能强行夺取，只是抢到手后，原主留下的痕迹极难在短时间内驱除。即便勉强易主，宝物威力也会大减。那人的羽翅宝物我已经仔细探查过，正是此类法宝。而圣子的地渊试炼已经迫在眉睫，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抢下此宝，再交给族人重新祭炼。可如此一来，本族的真圣之血岂不真要流落外族？这也不是小事。族长老莫非糊涂了？本族这次若没有圣子通过试炼，整个族群都会被其他分支吞并。与此相比，真血之事不过是小节。再说，要防止此事发生，也并非没有补救手段。大长老之言有理，等这名异族人帮本族度过此劫，区区一名非灵级降级的存在，日后是杀是留，还不是由我们说了算？杀是不可能的，就算是异族人，一旦融入鲲鹏真血，也算半个族人。我等同样要受天蓬之誓限制。况且若因此让本族度过此劫，他也算本族恩人。没有必要的话，不必伤他性命，大可以将其软禁在圣城之中，从此不让他再离开便是。是否要通知门卫，再派人暗中跟着这名异族人，别让他这几日忽然跑掉？不必担心，我刚才已在他的翅膀上动了些小手脚，他若逃离本城，我自会立刻知道。看来是我二人多虑了，大长老早已考虑周全。多虑倒也不是，本族5大长老眼下只有我等3人在族中，此事关系本族存亡，我3人必须商量一致方可行动，否则我也不会途中传音召2位来此。徐长老，你们可还有其他意见？没有，大长老之法已经十分稳妥。这一次稀里糊涂暴露身份，处境实在不妙。无论此事成与不成，我的下场恐怕都不会太好。明面拒绝自然不可能，至于马上逃离，那位大长老竟明目张胆在风雷赤中种下了标记。以我现在的修为，倒不是不能强行抹去，但至少也要花上数日功夫。如此程足够找上来无数次了。看来唯一的办法是先提出一些能让他们投鼠忌器的条件，否则我宁可冒险设法遁走，也绝不会真去做什么异族圣子。至于该提什么条件，还得先弄清楚天蓬族眼下的大概情形。